男孩只是尝了一口掉在地上的鱼子酱，结果他竟无意间发现，这价值百万的高端食物竟然腥臭到比屎还难吃。自那时起，他就懂了一个成年社会的道理：再昂贵的食物，也只不过是金钱与地位的另一种象征。多年后，男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，成为了世界闻名的顶级厨师。他用自己精湛的厨艺，把那些富贵堂皇的有钱人全部玩弄于股掌之间。而这一切，只是他报复有钱人的第一步。为了能培养出继承自己衣钵的人，他派助理到处物色合适的人选。而一个出身贫寒的天才少女，成功吸引到助理的目光。凡是吃过他炒河粉的顾客都赞不绝口。助理只是挑起一小点闻了闻，就被这沁人心脾的美味所折服，当即就递给了女孩一张名片，还说她不应该在这里大材小用。然而女孩只是默默地看了一眼，随后便不情愿地将其塞入了口袋中。到了傍晚，小丽在网上搜索了名片上的餐厅，结果却惊奇地发现，餐厅的主理人竟是传奇厨师保罗。不仅有各种顶流明星的合影，甚至普通人想吃他经手的饭，都要提前2年预约才可能。而他正是那个偷吃鱼子酱的男孩。第二天，小丽照常来到摊位炒粉，却看见助理开着法拉利在等着他上车。贫苦了半辈子的他，便决定前往试一试。小丽就像只没见过世面的丑小鸭，瞬间被这高大上的装潢弄得目瞪口呆。助理将他带到了一个高级厨房，这里的灶台全部用的氢燃料，连大小不一的刀具都准备了10多把，刀面的干净程度甚至能当镜子使用。然而就在他沉醉其中之时，玩老牛呢？好不好看？把มันสอบอ่ะครับนะ听到来这里工作还要笔试厨艺，不自信的小丽便想打道回府，可她刚要出门，就被传奇厨师保罗堵住了去路。眼看自己的偶像就在面前，小丽当即决定留下来。而面试的题目很简单，ข้าวผัด眼镜男一听差点笑出猪叫，这题目对于刚从新东方进修而来的他，简直就是小菜一碟。他满脸自信地盛出一份热腾腾的米饭，而小丽则从冰箱里拿了一盒隔夜的冷饭，又挑了2个圆润饱满的公鸡蛋，等花生油沾满整个锅底，便直接将蛋下在里面进行翻炒，8成熟时便可倒入隔夜饭混合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眼镜男明显优雅许多，他先将黄油融化在锅底，趁鸡蛋2分熟时放入阿根廷大虾提鲜，然后加入豌豆与胡萝卜丁增色，再把刚煮熟的米饭放入里面翻炒，一个是小火慢煎，另一个是大火爆炒。很快，2份截然不同的炒米饭就端上了桌，一个看着色香味俱全，另一个则干巴巴却粒粒分明。本以为这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试，然而保罗只是轻轻挖了一勺小丽的炒饭，接着又放在鼻子前闻了闻，随即便当场宣布กลับบ้านไป。眼镜男一脸不屑，他不明白自己输在了哪里。可久居第一的传奇大厨，又怎么会跟一个小厨师浪费口舌？只见他抬手一耳光就扇了过去，然后告诉小丽，能让炒饭变好吃的秘诀，就是那份昨夜的剩饭。小丽虽然获得了比试的胜利，但她一身的炒河粉味却与这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在一番收拾后，小丽看着镜子中的自己，以为即将走向厨师巅峰，但变态又苛刻的保罗很快就会将她打回现实。5A 级和牛必须切出2毫米的薄片，这让第一次接触高端食材的小丽犯了难。从拿刀姿势到切肉方式，全被保罗骂了个遍。火太旺还会影响食材的口感。小丽曾经引以为傲的烹饪方式，在保罗眼里顿时成了致命伤。达不到这家餐厅的要求，就要卷铺盖走人。憋屈已久的小丽本想就此放弃，可一想到充满污渍的路边摊，她还是决定放手一搏。无人的厨房成为了她个人的练兵场。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她在第一次亮相中就得到了大家的赏识。接着助手们将餐盘摆得整整齐齐，一小勺牛血酱加上一小卷熟牛肉，便是这群达官贵族们的晚宴。盘子大，食物小，中间还要摆棵草。看似简单的食材，却因保罗的名号变成了昂贵的美食。贵族们将牛肉一口口的吞下，甚至连盘子上的牛血也不放过。看着贵族们吞咽着血腥美食，出身底层的保罗很清楚，自己报复有钱人的目的达到了。而在晚宴即将结束之时，一个自称美食家的男人递给小丽一张全新的名片，他也看中了这个独特的女孩。然而好景不长，这天一个普通家庭苦等了3年，终于订上了这家餐厅。可就在保罗检查菜品时，他只是用勺子喝了一小口，便当即倒掉了这一锅法式浓汤，接着又从水管里接满自来水，不加任何配料，只是拿来2包方便面料包撒入里面。而出身低微的3口之家，由于保罗的名号并没有发现异样，还大口吮吸着来之不易的美味。等回到厨房，保罗便大发雷霆，原来小女孩对海鲜过敏，副厨却马虎地加了一只大虾在汤里。愤怒到极点的保罗当场就把副厨按在角落里摩擦，他不允许有人妄想破坏他的名号。可受尽屈辱的副厨却拿起了刀子，对准保罗的腹部捅了上去，不仅差点丢了名号，还被自己的下属捅了一刀，这让保罗坐立难安，就连医院的营养餐也被他说成猪食。好在小丽带来了一份炒河粉，她告诉保罗这是用爱心炒出来的美食，是祖传下来的独特秘方。可保罗只是吃了一口，当场就看
看出炒河粉里加了什么调料，所以对名利双收的他来说，用爱做的食物根本不存在。再次被上一课的小丽走在大街上，她对自己成为名厨的理想产生迷茫。然而她刚一回到家，就得知自己的父亲劳累晕倒了，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床位，却因昂贵的医药费，让她不得已花光了所有积蓄。这时电视上突然播放起一条新闻，小女孩因绝症付不起医药费，父母就借了高利贷，为女儿定制了心心念想的高级晚餐。随后一家三口便自尽去了天堂。而屏幕前的小丽则瞪大了双眼，她很清楚，这正是前几天服务过的家庭。接连的打击让她意识到，这世间贫富差距究竟多么可怕。而另一边，保罗的疯狂不止于此，为了满足富人们的需求，他竟然带领团队烹饪了野生动物，这让小丽觉得自己违背了初心。她只是想成为名厨，而不是成为一个罪犯。意见不合下，当即他就提出了离职。可保罗似乎习以为常，任由他离开，甚至连头也不回。回到家的小丽沉思了许久，她翻出那名美食家给她的名片，第二天就孤身去见了对方。คุณยังเด็กหน้าตาคุณดีฝีมือการทำอาหารคุณโดดเด่นผมทำให้คุณเป็นเชฟสาวสวยที่เก่งที่สุดของโลกได้นะ这番话直击小丽的内心深处，他们很快就建立了新的餐厅，还以小丽为主厨打造了一个新团队。餐厅取名为火焰，他要用自己最擅长的爆炒，创建一份属于自己的菜单。起初，小丽本想与团队其他人和平共处，但她很快就发现，要想经久不衰、扬名立万，厨房里就没有民主，只剩下独裁。她利用保罗的管理方式，让下属们都变得乖乖听话。在经过美食家不惜金钱的大力宣传，小丽很快就成为了当地最炙手可热的美女厨师。为了能获得更多崭露头角的机会，美食家为她争取到一个贵妇的晚宴，而这名贵妇不仅家财万贯，更是当地皇室的嫡子长孙。可令小丽诧异的是，贵妇不单单邀请了她一名厨师，在她工作区域对立面的正是保罗带领而来的团队。她似乎意識到，这背地里其实是一场血腥的战争。小丽用自己开创的菜单，做出了一个个惊艳众人的美食。ชัยชนะของคลื่นลูกใหม่正在贵族们品尝美味的时候，场内的灯光突然暗沉，随即便从天上缓缓放下一整只精品全牛。只见保罗手持砍刀走向前，用他那磨练了数十年的刀法，疯狂在牛排身上劈砍，再把调料均匀涂抹到各种位置，然后抓起一把烧烤料，肆意妄为地洒满牛排全身。随着地上的火盆被点燃，整只牛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，这便是他最大的招牌美食。贵妇优雅地走向前去，而保罗用刀子轻轻划下一片牛肉，确认薄厚均匀，便像喂畜生一样放入了贵妇嘴里。贵妇立马露出一副惊讶的表情，其他妇人们就像疯了一样，瞬间将餐桌围了个水泄不通，然后大快朵颐着餐桌上的牛肉。看着保罗凶恶的眼神，小丽则不慌不忙地端起炒锅，用着最廉价的食材，为众人炒了一份名为爱的河粉，也许能让一家人围在一起吃的饭菜，对小丽来说才是真正的美食。可笑的是，贵族们由于生长环境根本没吃过这样的东西，只是冲着小丽的名号给予了一个简单的高评价。而对面的保罗却一脸不屑，他端起水壶，把方便面汤倒入每个餐盘。他只是想告诉小丽一个事实：衣冠楚楚的人们并不懂美食，他们眼里只有金钱与地位。บทเรียนสุดท้ายที่ผมจะมอบให้กับคุณไม่ว่าคุณจะทำอาหารอร่อยแค่ไหนสวยยังไงสร้างสรรค์แค่ไหนคุณก็ไม่สามารถเอาชนะอุปทานได้แล้วมันก็ให้คุณชนะตั้งแต่แรก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เพราะพวกมันหิวกู怎料话音刚落，几名警察就来到了会场，他们要以涉嫌虐杀野生动物罪将保罗逮捕起来。随后，众人的手机里就传来保罗烹饪野生动物的视频。保罗转头望去，才知道是自己的助理竟然联合美食家给他设下的局。看着保罗远离的背影，小丽却心有不甘地哭了起来。她想要的胜利从来都不是这样的。这时，她终于恍然大悟，原来自己早已成为了资本的木偶。富人们活着是为了吃饭，而穷人们吃饭是为了活着。这巨大的反差让她心灰意冷。她再次回到自己小小的炒粉店，并立下誓言，要在这里打造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菜单。